大家好，我是犬犬。有一位朋友在我官网去年的活动抽到了一张材料专家胶皮自选，他选了长颗粒 LSD 来当做奖品。那刚好我也没有玩过，所以这次经过我的询问之后，影片就来开箱这次的长颗粒 LSD。根据官网的描述 ，LSD 是专为最新的塑料球优化的产品。为了弥补最新一代塑料球旋转降低的不足，他们的上胶采用了新研发的高弹性橡胶化合物。同时优化了控球性能。此外 ，LSD 具有更明显防滑的颗粒表面，完美地弥补在积极防守击球时旋转的大量损失。接下来的测试时间就交给这位朋友吧。心を燃やせ、限界を超えろ。哎呦，蛮快的。我觉得他磕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怎么讲，他的上胶可以很好的把球吃住，然后他其实怎么讲，就是他吸球能力其实还不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海绵的关系，他在卸力的时候会需要就是放松，就是你卸力不是常客通常就他会叫你这样用力就是磕下去，对啊，其实不太用，你就稍微指他一下，拍面把它版型调整好，就会很容易就过网。它很好卸，它其实非常好卸。就放一下就可以，就可以了。但是它确实，如果你磕的时候太僵硬、太用力的话，其实会很容易就是太高，或者是就是球没有进。所以就是手要放松，要特别放松。它吃手感吗？它比较吃手感一点。它吃手感。但是如果你手感好的话，这一支它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你可以做很多变化。譬如说，我可以放一下，我硬要磕也是可以，但是就是它的旋转变化会很明显。哦，对，它的变化很多。对，它可以转不转，其实做的它的旋转控制的范围是很广。哦呦，对 ，OK。像如果用直板，基本上用这个磕也是 OK，因为我就说了，它其实它的上胶很吃球，所以它上胶很吃球的话，你不用加太多力就可以做很多变化。所以像对直板这种比较精巧的控制是很好做的。我就很好做。啊，你那是长科攻击吗？啊，是啊，长科啊，这是长科啊。哇！但我觉得它就是前面讲到，它就是它的抓球、持球的性能很好，所以我在加一点点摩擦，就带一下弧圈过去的时候，其实它的手感会蛮好的，因为它本身上胶的抓球性能就很好。可它对我来说有一点正规。对，它比较正规。它是有点正规的长科，因为你这样打过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别人平面稍微硬推到过来的球时，因为它不可能像 NT 这样，你撞击下去就特别沉，因为这个长盔，这支长科比较就是怎么讲，比较乖一点，它不会乱飘啦，不会乱飘，这支不会乱飘，对。哦。可是不会乱飘，意思就是它很稳，它很好操控。对啊，它上来其实还蛮不错的。对。这有沉。那这很沉的，这个其实怎么讲？它就是它的发力有点像横板的刮啦，就是基本上你只要侧向发力，然后板型对，它可以很容易的把球这样刮回去。它其实你速度加快一点，蛮有威胁的。就如果你打直板的话，速度蛮快的。
这样好，轻轻的。其实我手很轻，就是侧向发力的。哦。它轨迹其实也怪耶，就是可控，它它可以很高，可以很低，它虽然是正规，可是它有时候你克的那个轨迹其实很会不好会不好出手。 OK。哎、你这个，可是我看你没有切得很断啊。没有啊。好，人要放手的，他说就是它真的需要一点手感的基础。手感，对对对，因为它如果你像传统的可能那个大陆的传科这样用力磕下去，它还是会喷掉，所以它需要主动的去做一点手上的卸力。啊，它真的很平，很平啊它真的是直线，我这个视角，它真的是直线这样飞过来的。但是我刚刚手上是没有夹钻的，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拿可能日本的传科，如果用刚刚那个动作削，它会直接喷上去，对，它会飞走。打到手，我来推挡看看。推挡好。哎、它跟 NT 会差蛮多的，因为它不会像 NT 那样吸住，它会喷出去。不好，蹦蹦。有，有，哇靠！它真的蛮好攻的，变化很多。哇！爱没有。我操！但是像其实我在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飘忽程度没有大陆长科这么好。大陆长科可能会球飞过来，然后就开始抖，然后就下去。啊，这个比较不会，这个它比较低频，它会直接就是嘘嘣这样。会疼吗？我就是它沉的方式不一样，我会觉得它的球路比较，它也是沉，但是它会比较长一点，弧线会比较长。我靠，好球！觉得就是我会把这一张 LSD Extra Long 跟那个两种主要的长科比较。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长科嘛，就是以譬如说 P1V， 然后还有什么？主要是 P1V 吧 ，P1V 最有代表性。然后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大陆的388 D1 或者是153之类的。那它跟 P1V 比，因为 P1V 你就知道，其实 P1V 就是很稳嘛，很稳，然后可以很恣意的加旋转，然后可以很恣意的做不同变化。但是 P1V 我会觉得有时候它的弧线会冒太高，或者是它会怎么讲，就是很乖啦，很听话，所以它其实它的球路不会这么沉，然后也不会这么有变化性。而且我自己不太喜欢 P1 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刮其实很难刮。P1 你要刮出速度，其实不是这么好刮。就是 P1 你可以譬如说刮个弧线，就是给它慢慢的变化一下。但是像这个刚刚其实有测过，其实你要加速或者是你要做其他变化，会比 P1 方便很多。所以 P1 跟这一张的比较，P1 比较
稳定，但是这一张有比较多的变化，但这一张也很好控，它不是说这一张就很难控，所以这个就是跟日系常科对的。好，再来就是跟大陆常科，也就是讲我们最常见的388D1或者是云雾山的对比，就是大陆常科就是它的颗粒很硬，然后而且是球很飘，所以这种大陆的常科基本上你可以轻轻的，甚至你不加力，你摸它一下，它就飘飘的嘛。但这一张呢，在兼顾怪异性的同时，虽然它怪异性没有这么大，但是它的可控性会比大陆的常科好非常多。对，而且它的卸力能力会比大陆的常科再好一点点。因为我现在拿的这是多少0.5海绵是不是？对0.5海绵。所以它的如果就是可能打静台的拿没有海绵的会很舒服。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一张皮它的卸力的感觉跟野火或者是其他材料专家，我不知道，可能是材料专家的配方蛮特别的吧。他们的吸球能力很像，就是它手感，就是我会感觉橡胶本身就可以把球吸住，所以它就球会自然的被它吸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其实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常科的时候，就是只看这张皮，我会觉得有点怕，因为它其实颗粒排列的太松散了。松散的意思就是它间距很大嘛，间距很大，所以我原本很担心球会很飘，然后控不住，或者是像刚刚可能削不太住，但其实不会，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但是材料专家真棒，很厉害，很厉害，真的就是我原本以为会像，就是可能 Spectre 你知道吧，那个幽灵，对我原本以为会像幽灵那样不太好控，不会，这个就真的很稳，很好控，对，所以小总结一下，就这一张皮的打球手感上，就是它可以做很多种的变化，而且又会沉。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你需要有一定的卸力的手感。啊，一定的卸力手感是多一定的，就是你有打长科基本上就可以啊。你打那种大陆的长科啊什么，你只要在镜台那边磕撞什么刮来刮去的，这些你只要运用的好，基本上这一张长科都没啥问题。对，这个都蛮 OK 的。好，那看完这影片，不知道长颗粒的朋友有没有心动啊？欢迎到犬犬桌球小铺官网预购哦。下一次的团购结单时间是3月11号。同时，想要预购新系列的 Spinfire 或是之后会开箱的长颗粒幻觉，那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哦。我是犬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